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 vivo 刚刚发布的全新影像旗舰 vivo X300系列里的 Pro 这款手机使用了一段时间，今天的视频呢，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在影像方面，这款手机今年有哪些升级，以及有哪些使用过程中的体验和反馈。vivo X300 Pro 影像的第一个升级，人像拍照。人像拍照升级呢，是由几个细节共同组成的。第一个就是支持了人像模式下的抓拍，哪怕对象一直是在移动的，只要是别动得太欢脱啊，基本上都能拍到清晰的、具有背景虚化的人像照片。人像模式的第二个升级呢，是支持了 Live Photo， 而且 Live Photo 终于支持防抖了。之前 X200 Pro 系列上没有防抖，那 Live Photo 的可用性很差。而这一次不仅支持防抖，还可以在人像模式去加入 Live Photo。最近刚好迪士尼万圣节嘛，那里都是大反派啊。我们现在看一看这张照片，都是夜景下的人像拍照。你看，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暗光环境下的这个细节啊，这是邪恶唐老鸭。然后同时它是有 Live Photo 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能看到吗？就这个，在这个动态情况下，我抓拍的这张，然后获得这样一个清晰度，然后再同时，这张照片呢本身是支持人像模式虚化的，就是我可以选择焦点，然后让它的背景呈现出虚化的效果，相当于这一个瞬间，你既拥有了人像拍照的美颜算法，同时拥有 Live Photo， 同时又拥有了景深虚化。然后我们再看这张小哥哥小姐姐跳舞，然后我们拥有 Live Photo。怎么样？今年 Live Photo 的质量我觉得也蛮高的。这是白雪公主里的邪恶女巫，我们放大看一下细节，然后我们长按来看一下这个 Live Photo 的表现。这张冥王哈迪斯，当然我这个视频因为不是 HDR 的，所以说大家可能看不到这个亮度信息，就是这个位置的灯光都是有亮度信息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人物的细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长按它的 Live Photo 效果。不过需要注意，一张人像照片它的体积达到了20兆，就是画质虽然出色，但是体积确实不小啊。人像照片下这个体积要比默认模式拍照大了4倍，比 iPhone 的人像模式加 Live Photo 大了接近10倍啊。所以说，如果你喜欢人像拍照，选择尽可能的大存储版本。在这里呢 ，vivo 今年还带来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功能，就是 Live Photo 的路人消除。这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很棒啊，因为传统的路人消除，它只能消除封面中的那个路人，对不对？无法消除 Live Photo 中视频里的路人。而 vivo 现在的想法呢，就是 Live Photo 它毕竟就是一段几秒钟的小视频，而且本身帧数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完全可以利用 AI 把这一段小视频中的每一帧画面都进行逐帧的路人消除，对不对？这个部分呢，我实际测试了一下 Live Photo 小视频中对于路人消除的效果呢，其实相当不错，但是最后实际成片的照片部分居然变成了视频截图，就是这个清晰度啊缩水严重。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关闭 Live Photo， 我仅针对这张照片进行路人消除之后的效果，是不是挺清晰的？而右边呢是开启 Live Photo 路人消除之后得到的照片封面。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最后组合一下啊，左边是封面，右边是 Live Photo。不知道 vivo 后续会不会优化这个功能啊？我感觉好像技术上不是特别难吧。X300 Pro 影像的第二个升级2亿像素。其实高像素拍照对于安卓手机来说呢并不新鲜，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普及，原因就是场景过于苛刻了，加上单纯的像素面积又很小，画质改善的也有限，所以说一直没做出来。而在这一代上 vivo 采用的呢是高像素加多帧合成这样一个算法，请允许我开启2亿像素的魔法大门，请看 VCR。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左边这张照片呢是 vivo X300 Pro 采用默认模式拍摄的人像照片，右边这张开启了2亿像素。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在默认模式下这个细节也不错，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开启2亿像素，请大家看，我放大放大再放大再放大，我们就先看他们的眼睛对比啊，这个是默认模式1200万像素的，这个是2亿像素。大家看一下它的眼睫毛，看一下它的眉毛，我们看一下默认模式头发拍照的细节，这边的这个衣服纹理在2亿像素上被比较好的还原了出来，这种极高像素所带来的超级丰富的画面细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白马王子啊，哇，这个小哥我当时拍照的时候，身边我听那个旁边小姐姐说，哇，那个王子好帅。我们可以放大看他的细节，你看他的眉毛，然后你甚至可以从他的眼神中放大，能看到正在拍照的我，能看到吗？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衣服纹理细节。而2亿像素的第二个优势呢，就在于它的超高像素，哪怕是裁切并重新构图到1/4的一个小画面，依然是一张5000万像素的高清照片。没错，这张斑马王子的照片其实只是2亿像素的一个角落裁切啊。这张照片的原片长这样。另外 ，vivo 这次的2亿像素呢，与以往高像素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暗光表现非常棒。我给大家看几张暗光下的2亿像素照片，画质极佳，放大之后细节保留也都很好。实际上，这次除了长焦镜头可以实现2亿像素拍照之外，超广角和主镜头也都可以实现5000万像素的高像素拍照。虽然说没有2亿那么高清啊，但是实际效果也都不错。这样的超高像素对于一些有打印需求的进阶用户来说，应该很有帮助，对不对？能打印出那种更大画幅的照片。那么问题来了，2亿超高像素这么好，为什么我不用2亿像素来默认拍照呢？实际上，2亿像素拍照呢有3个不足也需要注意啊。第一我认为也是影响最大的，就是拍照时间很长。按下快门的瞬间，如果角色移动，那2亿照片大概率是糊的。同时呢，2亿像素后期算法时间也很长，也影响连续抓拍瞬间的这个过程。第二，就是开启2亿像素之后呢，无论是 Live Photo 还是照片的 HDR 亮度信息都会被关闭。我觉得这2个环节是保留记忆瞬间非常重要的组成元素。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普通用户我可能会更加推荐大家使用普通模式来进行拍照，就是画质绝对够用的同时，能够留住更多场景记忆。第三，2亿像素的照片体积很大啊，一张照片在30兆到40兆之间这个体积呢，日常用来拍照就比较占手机的内存。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拿到手之后呢，你可以先感受感受2亿像素日常拍照过程中它适合哪些场景，而不是作为默认的选择。而在超高像素加持之下 ，vivo 带来了一个 AI 自动拼图的功能，大概意思就是说，既然画面裁切到1/4它都是一张5000万像素的照片，那么我通过 AI 来进行自动识别裁切拼接，帮助用户生成一张现在社交网络很流行的拼图，是不是省时省力呢？这个功能我也给大家实际测试了一下。比如说，大家看这样一个画面，这样一个场景，我按下快门，你觉得它会拼成哪3个画面呢？那么右边现在是自动拼成的一个3张照片的组合，这个场景下我按下快门，自动拼成了是这样一张照片，这个场景下拼接出来的呢是这样一张照片。vivo 把这个功能的入口做的极其隐藏开启高像素之后呢，才会蹦出这样一个按钮。我觉得它可能也没有打算把这个功能作为主推项目就是一个简单的新体验。这次影像的第3个升级，人像视频。首先，人像模式支持了 4K 60帧视频。有人说4K 60帧视频这算什么新功能但是大家注意这里的核心是人像我翻译过来说就是美颜目前绝大多数支持美颜视频录制的手机呢，在开启美颜状态下都只有 1080P 的分辨率，所以也就知道这一次 vivo 它能够实现 4K 60帧，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而在 vivo 的人像视频中呢， 4K 分辨率能带来一个更高的解析力，60帧则能带来一个更丝滑的动态效果。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段小姐姐跳舞左边是前代 vivo X200 Pro 4K 30帧的画面，右边呢是这一代 4K 60帧的画面，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区别吗？你想拍摄一些美美的这种转身或者转裙子的慢动作视频，现在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机相册编辑里实现慢放编辑了。而在 4K 60帧加上美颜的基础上 ，vivo 这次还带来了2个视频滤镜，其中第一款呢叫做冷白滤镜，你听这个名字也知道，就是对肤色进行优化。在这里，我直接给大家对比一下，前代 vivo X200 Pro 没有开启美颜，同时没有冷白滤镜的画面质感大家再来对比一下，右边是 X300 Pro 开启美颜、开启冷白滤镜的画面质感，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左边更接近真实的效果，而右边则是这一次 vivo 的人像视频算法。除了冷白之外呢，这一次人像视频中 vivo 还带来一个负偏滤镜负偏嘛，你就可以理解为富士的偏风格就是模拟富士色彩了。我展示几段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种好像比较文艺小清新的那种色彩风格。我自己的测试，这种滤镜对于画面中如果出现绿色的表现，那是尤为精彩的。不过负偏模式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对于人像肤色保护比较弱如果画面主体是人像，就是人脸能够非常清晰的被识别出来，那么整体的色彩控制呢还是很漂亮的。但是
如果它人物不是画面主体，手机没有识别到，那么这个人物的肤色呢，就是简而言之有点绿啊。所以说你需要一些使用技巧，我觉得没有冷白的那个滤镜更加实用。这次视频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惊喜的功能呢，是 4K 120帧的优化。传统的 4K 120帧都会很吃光线，你白天拍的话效果会比较不错啊，但是夜景就会很暗啊。而这一次vivo X300 Pro 它是把暗光场景优化的特别好，请看 VCR。迪士尼烟花是使用 vivo X300 Pro 4K 120帧主镜头录制，完全手持，没有任何后期编辑。大家只要拿着手机啊，站在我那个位置，你直接拍，能够拍到完全一样的效果。这是正常速度下拍摄的啊。120帧它的优势呢，就是哪怕我实现4倍慢放，画面也依然可以做到完全丝滑。而且最棒的一点就是，尽管是4倍慢放啊，但是你几乎感受不到明显的画质损失，却能够让时间凝固。当然，这个玩法就非常多样了，我只是找一个比较极限的场景进行测试，大家也可以自己多开发一些场景。这一次在烟花场景中呢 ，vivo 还做了一个小小的优化，就是在烟花场景中的人像拍照。这个功能开启入口呢就比较别扭，它是当取景框中检测到有烟花的时候，画面下方会弹出一个你要不要试试烟花模式，开一下闪光灯。你点击这个按钮，开启了人像模式闪光灯。我后来自己测试了很多遍啊，我发现实际上并不需要检测到烟花，你直接开启人像模式闪光灯就可以了。那么开启人像模式闪光灯的作用是什么呢？实际测试啊，我对比普通手机在拍摄烟花人像的场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因为我就是没有模特啊，所以说就用前面的小姐姐背影给大家说明一下。大家可以脑补，这就是你们自己转过身来的美丽面庞。vivo 它呢其实是利用硬件闪光灯加上软件算法的组合，从而实现在保持前景人像画质打亮的前提下，它的烟花曝光控制也要更好，对不对 ？X300 Pro 的第4个升级场景，舞台演唱会。我这次测试的场景呢是来到了上海迪士尼那个冰雪奇缘表演最后一排啊，默认视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还是挺远的，对不对？实测如果直接拍摄和前代 X200 Pro 在这个场景下的表现呢，我觉得是比较接近的。照片和视频有一些小优化，但是整体素质差不多，就是属于传感器的物理极限了。但是大家也知道，vivo 这次呢给 X200 Pro 它突破了物理极限啊，带来了在 X200 Ultra 上广受好评的增距镜。这颗增距镜和 X200 Ultra 应该是完全相同的，它只是改变了外观的颜色，带来了一个新的金属银色。这个颜色呢，大家日常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不要刮伤。刮伤的话呢，会出现这种黑色痕迹。当我佩戴增距镜之后，这就是目前演唱会手机录制的顶级水准了。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默认的视野差别，再给大家对比一下放大之后的画质差异。我个人认为，增距镜应该是过去1年时间智能手机非常棒的一次创新。它在保持手机小体积的前提下，把部分用户在小部分场景中的强需求，用硬件加软件的组合完美解决了。这个手持防抖，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下，在200毫米焦段下，这个稳定表现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应该是非常友好的。增距镜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它的外设属性和不高频属性，让它可以以短期租赁的形式和大家手里的 vivo 手机相结合，就是既降低了用户的使用成本，又让增距镜的利用时间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大幅提升。那么我相信很多同学很关注的一点就是 X300 Pro 它增加了这个增距镜之后，和前代的影像旗舰 X200 Ultra 配合增距镜相比，谁更强呢？对不对？实测仅针对演唱会场景，X300 Pro 配合增距镜和 X200 Ultra 配合增距镜的表现几乎相同，两者在色彩、曝光、色温细节上呢互有一些优势，但是整体差异并不大。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只追求演唱会这个场景，那么 X300 Pro 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几乎相同的体验。当然了，日常你要说综合体验的话，那 Ultra 还是要更全面、更有优势一些。当我们提到望远的时候 ，vivo 这次望远场景中呢，还加入了摄影用户很喜欢的打鸟场景，但是条件是比较苛刻需要你在不安装增距镜的前提下，只通过手机拍摄，然后当焦段调整到20倍以上的时候，如果你的画面中恰好出现
现了鸟，而手机又恰好识别出了这是鸟，这个时候预览框右下角会出现一只鸟。当这只鸟出现的时候，预览框上面会出现一个蔡司虚化的标识，然后你可以点击它，出现2种不同虚化效果。在这种状态下，你按一下快门，拍摄出来的就是具有带背景虚化的鸟。这个背景虚化还是挺好看的。当然了，在20倍变焦下，这个鸟的羽毛细节已经被涂抹掉不少了，最好别放大，就你发个朋友圈什么的是完全够用的。X300 Pro 这次在舞台模式下还有一个小功能，就是它终于支持了前后同录。其实实现这个功能的前提，首先你是需要前置有一个超广角，这样一个手臂距离的时候，你不会画面里只有一张大脸。同时还需要对功耗做到极致的控制，这也是之前安卓手机很早就有这个功能，但是一直做不起来。而这次 vivo 把这2个环节都打通了。首先，它的前置镜头采用的是一个更广的超广角，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使用前后同录所拍摄的一段，这大家可以理解为演唱会视频啊。比如说台上就是你喜欢的歌手、演员，那台下你们2个就是处于一个同框的状态。vivo 的前后同录有几个细节，我快速说一下。第一个细节呢，就是2个画面你是可以自由选择前后4颗镜头中任意的2颗啊，比如说你可以同时采用超广角和同时长焦来录制。第二个细节呢，就是 vivo 它可以实现前后同录的视频分开保存啊，方便你自己进行后期。你可以调整小窗的位置啊、小窗的大小啊等等等等。第三就是 vivo 它的前后同录是不能切换镜头的，一旦你开启之后，你就只能在对应镜头之中来进行录制，你不能从主镜头然后切换到超广角，或者从主镜头切换到长焦。所以今天视频总结一下 ，AI 时代的到来呢，各家厂商都在寻找 AI 的场景。这一次 vivo 带来了 AI 拼图、AI 消除、AI 打鸟啊这一系列功能。想法到了，但是完成度上我觉得还是有优化的空间。另外，界面里交互按钮和菜单层级太多，比较分散。我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 vivo 可以好好的梳理一下这些功能。抛开这些零零散散的新功能啊，这一次 X300 Pro 在基础体验上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拍照、人像、Live Photo、视频这4大环节非常扎实。而且我认为这4个场景才是绝大部分普通用户最需要的场景，也是 X300 Pro 最强的竞争力所在。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